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短剧市场的人气榜单出现了一轮明显变化，一航凭借888万人气指数登上第一，王浩真以833万紧随其后，而王毅然则以677万位列第三。从数字来看，三位演员之间存在一定差距，但如果只看排名，其实很难真正说明一位演员的全部实力。短剧更新速度快，作品数量多，演员的人气往往会受到新剧上线、剧情热度、角色讨论度以及观众口碑等多重因素影响。因此，这份榜单更适合被理解为某一阶段的人气表现，而不是对演员综合实力的最终定论。不过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次排名才格外值得关注。尤其是一航突然冲到第一，让不少观众重新把目光放到了这位短剧演员身上。与此同时，王浩真和王毅然也凭借近期作品稳住了自己的位置。三人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，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观众的注意力。那么，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进入前三？排在第三位的是王毅然，人气指数达到677万。如果仔细观察他的表演，会发现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稳定的霸总气质。这种气质并不是靠皱眉、提高音量或者夸张动作制造出来的，而更多来自人物状态本身。在糟糕、大馋丫头、心声藏不住了中，王毅然与谭妍妍迎来第三次合作。经过前两次合作之后，两个人在镜头前的配合显得更加自然，人物之间的互动也少了一些刻意感。尤其是在感情变化的处理上，王毅然没有一开始就把人物情绪推到最高点，而是从隐忍、观察和试探慢慢推进，最后才逐渐转向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感。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其实很考验演员对节奏的把控。短剧节奏通常比较快，如果演员为了突出人物而不断使用高强度表演，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疲惫感。王毅然相对克制的表演方式，反而让人物多了一点生活感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已经完美，而是说明他正在形成属于自己的表演辨识度。第二名是王浩真，人气指数达到833万。这一次，他的人气提升与新剧404山茶花会开有着比较直接的联系。作品上线后，相关热度迅速增长，也让王浩真饰演的赵燕青受到更多关注。赵燕青是一个具有商界大佬属性的角色，但这部作品并不是单纯围绕霸总谈恋爱展开。正因为如此，演员需要处理的不只是爱情戏，还包括人物处境、选择以及剧情本身的推进。王浩真的表演依旧偏向内敛，他不是那种通过极端情绪制造强烈视觉冲击的演员，而是更倾向于把情绪压在人物内部。这种表演第一眼可能不会让所有观众都觉得特别炸裂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人物的一些细节反而容易慢慢留下印象。从短剧市场的发展来看，这种变化其实也很有意思。过去部分短剧喜欢用非常直接的冲突快速抓住观众，而现在越来越多作品开始尝试增加人物层次。演员如果能够在有限篇幅中建立更加完整的人物状态，自然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。王浩真此次排名第二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品热度与演员表现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真正让这次榜单出现最大变化的是排名第一的一航，888万人气指数让他暂时站到了榜单顶端。他目前主演的《刺骨春夜》正在播出，而这部作品本身还有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幕后变化。据相关信息，原定男主王艺磊在开机前退出剧组，一航随后于5月14日紧急接演。对于一部已经进入筹备阶段的作品来说，临时更换主演无疑会带来不少挑战。
演员不仅需要迅速进入角色，还要适应原本已经确定的拍摄节奏。当一航与邓灵书的校服造型曝光后，两人的人物适配度也引发了不少讨论。有人觉得这样的组合意外自然，也有人更关注演员能否真正撑住剧情。而这部剧的上线过程同样比较特殊。6月23日凌晨，刺骨春夜突然上线，前期预热时间相对有限，相关宣传内容也显得比较紧凑。对于一部临时经历阵容调整的作品来说，这样的上线节奏却实称不上轻松。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一航最终凭借作品表现和持续增长的人气指数冲到了第一。当然，榜单第一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全面领先其他演员，更不能简单理解为第一名就一定比第二名、第三名实力更强。人气榜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，后续随着新剧上线，排名依然可能发生变化。这也正是短剧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机会来得快，变化同样来得快。从一航、王浩真到王艺然，这次前3名其实代表了3种截然不同的上升路径。表面上看，只是一个数字排名的变化，但如果把视线拉长一些，就会发现短剧演员的人气积累越来越依赖作品、角色与观众反馈之间的联动。一航的优势在于刺骨春夜带来的集中关注，它是在作品上线后迅速完成了一次曝光转化。王浩真则凭借404山茶花会开保持稳定热度，他更像是在通过新角色逐渐巩固自己的观众基础。王艺然的情况又有所不同，他没有单纯依靠强烈的戏剧冲突，而是通过相对克制的表演和成熟的搭档默契，让角色慢慢建立记忆点。这3种方式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，也不能仅凭一次榜单就判断谁的综合实力更强。对于短剧演员而言，真正困难的其实不是短时间冲上榜单，而是如何让一次热度变成长期认可。观众会因为一部剧认识一个演员，却会因为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角色记住他。下一部作品能不能换一种人物状态？面对不同搭档时，能不能呈现新的化学反应？这些才是决定演员后续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。所以，这次榜单最值得讨论的，并非简单的谁赢了，而是3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突破口。未来，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这份排名或许只是阶段性的结果，而真正精彩的竞争可能才刚刚开始。毕竟，今天的第1名不代表永远第一，今天的第3名也不意味着未来没有更大的上升空间。那么，在这份最新榜单中，你更看好一航、王浩真还是王艺然？你心中的短剧一哥是谁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最近正在追哪一部短剧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短剧榜单与演员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继续聊更多有趣的短剧动态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感谢每一位观众的支持与陪伴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。